大家好，欢迎来到 YouTube 频道詹姆斯的技术世界。这一期的 Windows Server 2025知识分享，我将带大家完成虚拟机环境中的基础网络设定。我会示范如何在 VMware 中设定 Host Only 模式与静态 IP 位置，让 Windows Server 2025能够与 Windows 11虚拟机正常通讯，并解决新版本伺服器预设无法拼通的问题。最后也会启用远端桌面功能，方便后续对伺服器进行管理。如果你对 Windows Server 虚拟化或网络技术有兴趣，记得订阅频道，按个赞支持一下。有任何想学习的内容，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那我们就开始吧。初次安装 Windows Server 2025之后，需要准备一台 Windows 11虚拟机作为测试之用。每一台虚拟机都必须设定静态 IP 位置以及虚拟机的 Host Only 模式，这样才能位于同一个区域网络中并彼此通讯。整个操作思路分为3个步骤。第一步是设定虚拟机的 VMNet 1以及虚拟机的 Host Only 模式。第二步是检查实体电脑的网络设定。第三步则是为每一台虚拟机设定静态 IP 位置。第一步，在 VMware Workstation Pro 中点选 Edit， 再点选 Virtual Network Editor， 接着点击 Change Settings。目前只有 VMNet 1设定为 Host Only 模式，VMNet 0设定为 Bridged 模式，而 VMNet 8则是 NAT 模式。自从 VMware Workstation Pro 升级到最新的 25H2 版本后， NAT 模式经常会失效，很难连线到 Internet， 因此之后可以不必理会 VMNet 8的 NAT 模式，点选 VMNet 1。请注意不要勾选 Use Local DHCP Service to Distribute IP Address to VMS， 否则很容易与虚拟机中 Windows Server 2025的 DHCP 服务产生冲突。另外，在 Subnet IP 中设定为容易记忆的 192.168.0.0， Subnet Mask 则尽量维持预设值，接着点击 OK。 接下来为每一台虚拟机设定 Host Only 模式，选择 Windows Server 2025， 点击 Edit Virtual Machine Settings， 再点选 Network Adapter， 选择 Host Only， 最后点击 OK。Windows 11系统的设定方式相同，只要重复刚才的操作流程即可。第二步，在 Windows 11实体电脑的控制台中，点击网路和网际网路，接着点击网路和共用中心，再点击变更界面卡设定。进入网路连线页面后，其中的 VMware Network Adapter VMNet 1与 VMware Network Adapter VMNet 8皆为虚拟机软体所模拟的网路界面卡。重点是检查 VMware Network Adapter VMNet 1一定要设定为自动取得 IP 位置以及自动取得 DNS 伺服器位置，否则将无法与虚拟机中的 Windows Server 2025与 Windows 11进行正常通讯。将滑鼠移动到 VMware Network Adapter VMNet 1， 按下滑鼠右键，
点击内容，接着点击 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4，再点击内容。此页面为正常状态，确认无误后即可关闭并离开此页面。第三步，为虚拟机中的 Windows Server 2025与 Windows 11设定静态 IP 位置。Windows Server 2025的 IP 位置设定为 192.168.0.1，Windows 11的 IP 位置设定为 192.168.0.10。这两台虚拟机目前暂时不需设定 DNS 位置，后续课程中会再说明 DNS 服务。于 Windows 图形化界面下，网络相关设定皆可在控制台中进行操作。稍后会进行示范，影片不会太长，请耐心看完。设定好静态 IP 位置之后，接下来就是测试 Windows Server 2025与 Windows 11之间的网络是否能正常通讯。由于 Windows Server 2025预设关闭了 ICMP 回应要求，导致 Windows 11无法与 Windows Server 2025正常通讯。ICMP 回应要求在旧版本的 Windows Server 中预设为开启，而在新版的 Windows Server 2025中则需要手动启用。要启用 ICMP 回应要求，需要在 Windows Defender 防火墙的输入规则与输出规则中，分别启用与 ICMP v4 及 ICMP v6 相关的规则。在控制台中点击系统及安全性，再点击 Windows Defender 防火墙，接着点击进阶设定，在输入规则与输出规则中找到与 ICMP 相关的项目并启用即可。那么，为什么 Windows Server 2025会预设关闭这项功能呢？主要原因是更新了安全性原则，藉此防止区域网络中的其他电脑透过ping指令侦测到伺服器的存在。解决 Windows Defender 防火墙的问题后，接下来使用 Windows 11测试是否能够与 Windows Server 2025正常通讯。切换到 Windows 11，点击开始功能表，输入指令 cmd， 将滑鼠移动到对应的图示并点击它。接着输入指令ping 192.168.0.1。若显示以下资讯，则表示两者可以正常通讯。确定 Windows 11可以与 Windows Server 2025正常通讯之后，接下来就是启用远端桌面功能，适合用在伺服器主机没有键盘、滑鼠、萤幕的情况下使用，方便技术人员维护电脑。切换到 Windows Server 2025，点击开始功能表，点击设定，滑鼠向下滑动，
找到远端桌面，点击它。远端桌面由原本关闭的状态，手动点击开启。当出现要启用远端桌面吗时，点击确认。切换到 Windows 11，点击开始功能表。输入词汇 MSTSC。将滑鼠移动到对应的图示并点击它。输入 Windows Server 2025的静态 IP 位置。点击连线。使用者名称与密码为第一次安装 Windows Server 2025时所设定，其中使用者名称预设为 Administrator。输入使用者名称与密码之后，系统会提示验证错误，可先不用理会。继续点击是。此时已成功进入 Windows Server 2025，可方便进行档案传输、变更萤幕解析度、上网浏览等大多数电脑操作。以上就是本期 Windows Server 2025知识分享的内容，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如果你喜欢这类技术教学，记得订阅频道詹姆斯的技术世界，也欢迎按个赞支持一下。有什么想学习的主题，都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我们下期影片再见。